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个电解质电解质紊乱。那么电解质应该说在我们身体内呢，虽然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应该说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人出现了这种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么太高了或者太低了，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血钠太高或者血钠太低，都会诱发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当然，如果是血钾、血钙、血镁那些其实也一样当这种我们体内的某一个电解质出现严重的这种紊乱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是一种致命的改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种日常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几个电解质我们一起呢来把它整个的梳理一遍希望呢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个学习基本上掌握咱们医疗护理这种基本的电解质紊乱的各种临床的特点，还有它们的知识应用能够灵活运用在咱们将来的考试和工作中。那么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有5大电解质和2大原则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概念，那你可能学每一个都会觉得很复杂你比如说血钾是吧？什么原因会引起低血钾？什么原因会引起高血钾是吧？那低血钾什么症状？高血钾什么症状？然后又各自应该怎么处理有一些什么这些相关的内容就很多是吧？那然后再加上又血钠又血钙，这一下子记下来就特别的感觉内容太多了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首先5大电解质分别就是钾、钠、钙、镁、磷那么其中血钾主要和心脏和肌肉有关，所以大家以后一见到钾离子就马上想到心脏和肌肉，这就很直接了。一见到钠想到脑和四肢，见到钙就马上想到神经肌肉，见到镁马上想到神经肌肉，见到磷马上想到心、骨骼还有肌肉这是5大电解质它们最直接相关的一些咱们身体上的结构和功能。那么2大原则指的是什么？这个2大原则应该说对于大家理解这种电解质的改变包括甚至另外一个内容酸碱平衡紊乱，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这2大原则如果大家不知道没有任何这种学习经历，不知道这个，那你做题那就很困难，因为你不知道去怎么解题这2个原则其实就是在很多的时候可以用于我们解题的思路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氢钾交换原则。什么叫氢钾交换原则？我们血浆里边的氢如果太多了，它就会和谁和我们细胞内的钾进行交换，这样就会怎么样？血浆里边的或者说细胞外的氢就会进入到细胞内，而细胞内的钾就会出到细胞外边来。实际上再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体内比如说有酸中毒的时候，那氢离子太多，是不是氢离子就会进入细胞内来降低它这种酸碱这种酸中毒的状态，但是同时呢细胞内的钾就会出来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高钾血症。那么当然反过来也是类似的，比如说你现在这种低钾血症的时候，那你肯定细胞内的钾要出来，对不对？那你细胞内的钾一出来，就伴随着细胞外的这个氢离子进入细胞内，这就是氢钾在细胞内外的交换。所以如果是一个低钾血症的时候那它细胞内的钾出来，你的氢离子进去就有可能诱发一个什么呢？这种碱中毒，对不对？就是一种碱中毒。那么这是第一个氢钾交换原则大家如果一下听上来好像没有马上的理解，这也正常你只要记住了这个原则，后边你慢慢应用你就会明白了。那么第2个原则就是钙和磷的乘积原则就是我们体内的钙离子和磷离子2个浓度的乘积是一定的，那就意味着什么？你的血钙过高了，你的血磷就会下降；你的血磷过高了，你的血钙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呢是在咱们说的，这就全是在细胞外液或者说是血浆的这个层面刚才那个氢钾交换呢是在细胞内外的层面，这个呢是在血浆的层面。所以这2个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就和大家做题有的时候为什么觉得这个题那么难根本就找不到思路，实际上它其实是这2个原则大家没有理解或者说没有学习过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相应的困难。那么大家一定记住氢钾交换原则和钙磷乘积原则，这个当大家遇到复杂的题时候很可能就要靠这2个来解决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钾啊，它代表着什么？马上想到心脏和肌肉，正常值3.5到5.5毫克当量每升。低钾血症的时候，它直接影响到什么？肌肉的无力，是吧？那腹胀、肠蠕动减少，这是什么？刚才肌肉无力指的是骨骼肌，这腹胀、肠蠕动减少指的是平滑肌，对吧？都是肌肉无力。那当然，心律失常，大家看为什么他用心律失常？他没有写具体某一种心律失常，因为这个心律失常有时候是不确定的啊。大家知道低钾会引起心律失常就可以。腱反射下降，主要指的就是比如说是咱们的膝腱反射、跟腱反射啊，它有可能会下降，反应减弱。心电图有可能会出现幽波啊。那什么原因会导致低钾？最常见的利尿剂啊，大家知道利尿剂主要分3大类啊，保钾利尿剂、排钾利尿剂，还有泮利尿剂。无论哪一种，大家要能会判断，是吧？你比如说保钾利尿剂啊，保钾利尿剂那会不会引起低血钾？那理论上就不应该，对吧？但是排钾利尿剂，比如说氢氯噻嗪和泮利尿剂啊，比如说什么呋塞米或者我们叫速尿啊 Lasix， 那么这2种利尿剂它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什么低血钾啊。那么当然呕吐腹泻这也是通过消化道的液体可能导致你排出钾，所以它会导致低血钾。包括什么这种鼻胃管啊，什么胰岛素治疗啊，代谢性碱中毒啊，你看胰岛素治疗为什么会导致低血钾？其实胰岛素治疗在有的时候就是什么一种，如果这个病人有高钾血症的时候，你要打胰岛素，它促进这个钾向细胞内转移，所以呢，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低血钾的这种诱因啊。那么带碱的时候，大家用一下那个刚才那个氢钾交换原则，对不对？代谢性碱中毒的时候，那它是不是需要细胞内的这个氢出来啊？来中和它这个碱，对吧？氢离子是酸性的，所以它细胞内的氢一出来，那么相应的钾就会怎么样进入细胞内，所以导致低钾。这就是胰岛素和代谢性碱中毒为什么会导致低血钾。大家在这一块就要运用到刚才咱们说那个氢钾交换原则啊。如果是高血钾症状啊，你看也是麻木啊、肌肉松弛、心律失常，这都基本一样，但是它的心电图大家记住是非常不一样的，有一个 T 波 peak 的 T 波哈。我们可以叫做 T 波高尖啊 ，T 波通常没有那么高，对吧？但是当大家发现一个 T 波明显的升高，而且顶端是尖的，那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高钾血症的患者啊，他的心电图。那么常见原因，肾衰竭是或者说肾功能不全啊，这个是最常见的导致高血钾的，因为它的钾离子没有办法经过肾小管给它排泌出去啊，所以这个一旦肾功能有问题，我们马上就要想到这病可能存在高钾血症啊。那么当然 ACEI、ARB 是吧？保钾利尿剂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么组织损伤，比如说烧伤溶血，那会导致什么？细胞内的钾在细胞破坏的时候，组织损伤或者溶血的时候释放到细胞外。细胞内的钾差不多是细胞外钾离子浓度的30倍啊，所以一旦有这种组织损伤，就要特别小心有没有高钾血症。那当然代谢性酸中毒，对吧？你酸中毒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把氢离子向细胞内转移啊？是吧？来缓解这个血浆的这种酸度，所以氢离子进入细胞内就会怎么样？和钾离子交换，钾就进入到细胞外，从而导致高血钾啊。好，再看钠，钠主要是脑和四肢，正常值135到145毫克当量每升。那么低钠呢，主要是什么？你看，既然是脑和四肢，四肢主要表现为什么？就是肢体水肿。脑表现的什么？就是神经症状，比如头疼啊，这个意识不清啊，抽风啊，恶心呕吐是什么？脑水肿啊，相应的表现，还有昏迷，是吧？这就低钠的表现。所以我们说核心是什么？脑水肿和组织水肿。常见原因呢 ，SIADH 我们叫做什么？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这个就会导致什么？低钠，因为它的水排不出去，都蓄积在体内啊，所以它是一个叫做血液稀释这么一个情况，就会导致低血钠。当然你输太多的液体，而且这个液体呢又不含钠，比如说你输的是生理盐水，那没问题，它的钠和咱们体内的钠浓度是一样的啊，我们叫等渗液体。但你如果输的全是葡萄糖啊，那你这个等于输了半天没有任何钠输进去，那就会导致什么？血钠的稀释啊。那当然心衰、肝硬化、呕吐、腹泻、利尿剂是吧？这个大家看看利尿剂3种全会导致低钠哈。保钾、排钾、泮利尿剂全会导致低钠，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好，我们再看高钠。高钠它的什么症状？口渴、皮肤干燥，这就明显和那个水肿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它就是什么脱水的表现啊，神经有一种兴奋感啊，当然它有可能也会抽风，有可能易激惹、易怒，就是情绪不稳定，这些是什么？明显的都是神经功能障碍啊。
它呢其实核心就是什么细胞脱水，当然它的皮肤干燥就是组织啊，皮下组织脱水。那么神经系统那些问题是证明什么？脑子啊，脑组织脱水脱得太多了啊，就会出现神经症状。那么病人有可能，比如说身上你看他皮肤，甚至有可能是又干又红那种表现啊，暗红色的那种表现。常见原因脱水最常见啊，糖尿病啊，这种尿崩症啊，尿崩症是怎么着？尿的太多了，尿的太多而排出的钠没有那么多，所以就形成什么高钠血症，钠就浓缩了，血钠浓缩啊。那么发烧、大量出汗，或者说摄入大量的盐，这都会导致高钠血症。好，我们再看这个钙哈，正常值8.5到10.5毫克每分升，大家注意单位啊，这个不是毫克当量每升，这是毫克每分升啊。那么低钙血症，大家一定要知道，低钙它是和什么神经肌肉有关啊？其实什么就是肌肉的这种兴奋性有点过度了，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强直啊、抽风啊、麻木啊。Trophostexine 和 Chozosine 这两个一定要记住啊，我黑体字标出这个。那么这两个都是低钙血症的典型的体征，这是经常考的哈。常见原因，什么原因会引起低钙？甲状旁腺切除。大家知道甲状旁腺是生血钙的，那么它一旦切了，比如说甲状腺手术的时候意外的切除了甲状旁腺啊，这是一个相当于手术损伤，那你就生血钙升不上来，它就导致低血钙啊。当然维生素 D 缺乏，大家知道你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钙吸收有问题是吧？所以就会导致低钙。那么肾功能衰竭啊、胰腺炎这都有可能。那么肾功能衰竭为什么会低血钙？它和咱们其实肾脏有一个功能叫做什么？形成谷化三醇啊，和那个有关系哈。它不是说什么和肾脏的过滤什么有关，它是和那个谷化三醇那一个步骤有关。然后高钙血症呢，这个症状当然就是说骨头上钙太多了，沉积、肾结石、什么便秘、嗜睡这些啊，它的症状没有那么典型啊。但是你只要见到高钙，你马上就要想到什么结石啊，因为你钙离子浓度太高，就很容易形成结石。常见的原因，一看这个病人血钙特别高，异常的升高，首先要想到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尤其是骨科恶性肿瘤，它有一种破骨细胞啊，这种行为导致你骨质破坏，从而导致高钙血症。那么骨质里边的钙离子就释放入血，从而导致高钙啊。那么当然，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生血钙功能亢进，它就会导致高血钙啊。长期卧床，大家有可能不太明白是吧？为什么长期躺床上还高钙血症啊？是因为什么？你长期卧床的话，你的骨质没有刺激，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脱钙，从而导致什么骨钙进入血，这就是高钙血症的来源。当然，你维生素 D 过量也有可能。我们再看镁啊，这个就相对于其他那个像血钾、血钠、血钙，好像我们接触血镁少啊。它的正常范围是1.5到2.5毫克当量每升，它呢也是在神经肌肉上的表现，其实和血钙很相似。低镁血症它的症状是什么？肌肉的震颤、抽风、心律失常啊，这个腱反射、亢进是吧？这个和低钙血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有相似性的。它的常见原因酗酒啊，大家要知道哈。常年的这种酒精摄入会导致什么呀？肾小管重吸收镁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什么？镁都流失了，没有重新收回来啊，导致低镁。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低镁血症很有可能和酗酒有关。那么当然，营养不良、长期腹泻、利尿剂都有可能啊。我们再看高镁，高镁它的症状是什么？嗜睡、呼吸抑制、腱反射消失、低血压。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因为这个在考试里边，在临床上可能会更加常见一些。为什么呢？咱们大家学这个妇产科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叫先兆子痫或者子痫啊，那怎么去控制它这种抽风？用的就是硫酸镁，静脉使用，对不对？那么这种静脉用硫酸镁，我们一定要观察呼吸、血压和腱反射啊。真的说这个硫酸镁过量的话，可能一开始出现的就是这种反应啊，各方面的都差了。腱反射一查，比如说膝腱反射、跟腱反射一敲，没有任何反应，马上就得停药啊，硫酸镁马上就要停掉，否则的话就会进一步加重它的这种抑制，从而导致什么呼吸和血压都越来越弱，越来越弱，那人就有生命危险了啊！所以腱反射是我们输硫酸镁的时候必须要查的体征。那么当然肾衰啊、什么泻药、抗酸药这些有可能导致高镁啊。我们最后看看这个磷呢，大家看到它要想到心啊，想到骨，想到肌肉。那么低磷，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讲2大原则，叫什么？钙磷沉积，
是吧？钙磷沉积原则，也就是说低磷血症的时候必然伴有什么高钙血症，高磷血症的时候必然伴有低钙血症啊。所以低磷它的症状，你看有可能有肌肉无力啊、呼吸机无力，这都比较严重的性功能不行啊，什么这个意识障碍啊，其中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这个叫做再喂养综合征啊，这是可能是一个考试的重点。虽然大家平时见的不多，但是这是一个考试里非常爱出的题啊，包括下边什么酒精中毒、营养不良、抗酸药这些啊，它都会导致低磷。低磷其实同时往往伴随着高钙啊。我们再看高磷，高磷它的症状，肌肉强直是吧？然后有低钙症状。其实这个你只要记得高磷的时候就是低钙，低钙是不是肌肉强直？这就很好记了哈。那么它的常见原因啊，肾功能衰竭是吧？细胞破坏、维生素 D 过量啊。那么大家看低磷它的症状和高磷的症状在肌肉上是不是正好相反，是吧？你只要记住刚才咱们的低钙是引起肌肉痉挛，那你就知道高磷是引起肌肉痉挛、肌肉痉挛啊。那么低磷呢就引起肌肉无力啊，大家这么记就比较好记。但是特殊一点就是什么？低磷和再喂养综合征这个相关性啊，如果出现再喂养综合征，很可能伴有低磷啊。这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总结，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就行，我就不再重复了哈。这个比如说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血钾啊，血钾低的时候肌肉无力，血钾高的时候心律失常。那么常见原因，比如说利尿剂导致的低钾，肾功能衰竭导致的高钾啊。那么大家这个就可以按照这个是个总结的方法啊。高频考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个 SIADH， 大家要记住啊，这都是非常出现频率很高的考题啊。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它呢就意味着血液稀释啊，从而导致低血钠。所以你的血钠是低的，但是你的尿液就浓缩了，你的尿少，尿液浓缩，尿钠高啊。症状呢，头疼啊，意识不清啊，这个抽风啊，是吧？低血钠有可能导致抽风啊。那么要限制液体啊，不能再给液体。你越输液，它这个血液越稀释，它越低钠，对吧？那当然你说我输高张液体，我输高钠有没有作用？有帮助啊，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情况，用速尿是更加合适的啊，因为它并不需要太多的水了啊，它需要的什么？把水拖得更多，而把钠留下来啊。你用速尿化，哗一下子水先下来，它的血钠自然的就会上升啊。好，第二个我们看什么？这个 diabetes insipidus 这个是什么？中枢型尿崩症，这个和 SIADH 两个正好相反。啊，它是什么？尿的太多，水排的太多了，从而导致什么？血液浓缩。血液浓缩就是什么？高钠，对不对？你血液里边的血浓缩了，它电解质自然也浓缩啊，所以它是高钠。同时呢，它的尿液是稀释的，它的尿钠是下降的，是吧？和刚才那正好相反。它的症状呢就是什么？多尿啊，然后极度的口渴啊，然后什么？高血钠，对吧？那么怎么治疗呢？补不含钠的液体啊，这个时候就应该补葡萄糖了啊，这个时候补葡萄糖。然后第三个低钙血症，两个经典体征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必考的哈。一个叫 Chop-Stokes sign， 我们这边有图是吧？你一敲这个面神经的地方，它的面部肌肉会抽动的哈，可能在眼睛、在鼻子周围、在这个嘴唇这一块肌肉会收缩。那么第二个 Chozal sign 啊，这个就跟测血压的方法一样，绑一个袖带，然后把它气囊打起来，坚持3分钟，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这个手开始就像鸡爪子似的哈，我们说。这个手指、手腕都会挛缩、痉挛那种情况啊，这就是低钙血症的表现。这个再喂养综合征啊，我们马上见到这个再喂养综合征，就要想到什么？低磷、低钾、低镁啊，3低哈，低磷、低钾、低镁。当然，最主要的这个低磷，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它发生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啊。可能一直都是用的一些这个就是其他的辅助的什么输个液呀这种啊，那么超过1个星期、2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没吃过饭了啊，突然一下子恢复正常饮食的话，就有可能导致再喂养综合征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导致什么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啊，然后干扰到你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它的症状啊就是肌肉无力。啊，呼衰、心衰，那是很严重的啊，致命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大家记住哈，这种长期不能吃饭的患者，千万不要上来一下子就正常饮食啊，那有可能会要命的
怎么办？一点一点恢复。今天可能就吃2口啊，明天吃4口，后天吃6口啊。如果这个每天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的话，慢慢增大到它的正常饮食的这个饮食量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说在喂养综合征，第一我们要知道啊，不能喂得太快，不能直接恢复正常这种饮食的量。第二呢，一旦发生这个，它有可能导致什么？呼衰、心衰、肌肉无力啊，那么它往往伴随着什么？血磷、血钾、血镁啊，血磷、血钾、血镁的下降啊，低磷、低钾、低镁。然后呢，高钾、低钾的心电图哈，高钾的心电图 T 波高间，咱们刚才提到了，低钾的心电图有 U 波啊，U 波大家还记得吗？U 波是咱们整个心电图这一心动周期里最后一个出现的波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咱们说，首先是个 P 波，然后是 QS 波，然后是 T 波啊。U 波是在这个 T 波的后边出现的，这是低钾啊，低钾的心电图表现。那么低钾呢，它有可能还伴有什么肠蠕动减少啊？它不仅是肌肉无力哈，骨骼肌，那么它其实它的胃肠道平滑肌也会减少蠕动，那么就会怎么样？有便秘是吧？蠕动减少了，同时有可能有麻痹性肠梗阻，对吧？这是麻痹性肠梗阻啊，这不是机械性肠梗阻，这是由于它肠蠕动减少导致肠梗阻。还有什么腹胀啊？这个你肠蠕动减少里边胀气，所以它就会腹胀啊。还有什么高镁血症啊？这个反射消失，这个高镁血症咱们刚才讲过是吧？一般输硫酸镁的时候，你必须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很可能会中毒剂量啊，这个要注意的。输着液是不抽了，呼吸的一会儿都快没了，对不对？血压都低了，那可不行啊。所以我们知道高镁血症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啊？低血压啊，呼吸抑制啊，间反射减弱甚至消失哈。那么高镁血症我们用什么来解毒啊？用葡萄糖酸钙，大家要记住啊，这也是一个考点。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啊，来这个治疗高镁血症。当然，其实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也可以在高钾血症的时候来使用啊，那个时候它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心肌细胞膜，防止心跳骤停啊。所以呢，葡萄糖酸钙大家至少记住它的2个适应症：第一个高镁血症，第二个高钾血症啊。高镁血症它可以啊，就是说抑制这种镁离子造成的这种呼吸心跳这种抑制啊。那么高钾血症的时候，它可以稳定心肌细胞膜，因为大家知道高钾血症最可怕的危害是什么？心脏停跳啊，突然心脏不跳了。那么这个葡萄糖酸钙可以稳定心肌细胞膜啊，让这个心脏停跳这种风险下降啊。那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你发现他血钾已经比如说6.0了、6.5了，但是这个病人当时看着还行，没什么异常，赶紧先得把这打上啊，防止指不定说2句话的功夫他就心跳就不跳了啊。高钠血症最常见的原因，这第8个啊是什么？是脱水啊，脱水是引起高钠血症最常见的原因，不是说吃盐吃的太多啊。好，那么有关这个电解质紊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其实这一部分呢，是咱们整个应该说是外科学里边啊最重要的外科学总论里边一部分内容啊。它的适用范围啊，它的其实一些常见的原因啊还有很多，但是呢，因为时间有限，咱们只能是捡最重要的部分啊，和咱们可能将来学习工作最相关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了介绍啊。感谢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好，谢谢各位，今天咱们就到这儿。